康熙用30名宫女做人体实验，为何后来死了8个人，康熙却很高兴呢？康熙25年，公元1686年，康熙皇帝下令，内务府挑选出30名年轻健康的宫女，然后将她们集中地关在了一个房子里。当时，宫女和太监没人知道皇上想要干什么，他们这一生恐怕也不会知道，原来皇上是拿着30名宫女做人体实验，接种人痘。康熙之所以做出这个大胆的人体实验决定，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儿子胤燾感染天花了，而此时的康熙无能为力，他唯一做的就是替儿子胤燾祈福，祈求老天保佑，不要把他的宝贝儿子带走。康熙在无奈之时，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祖母，孝庄太后的心腹丫鬟苏麻拉姑。因为当年康熙自己感染天花，就是苏麻拉姑不畏被传染的风险，对康熙进行了精心照料，才让他得以痊愈的。那么现在儿子胤燾再次感染天花，康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如母亲一般的苏麻拉姑，毕竟苏麻拉姑在对抗天花方面是有经验的。但是这苏麻拉姑并不是医生啊，她只是心思细腻，会照顾人而已。她虽然曾经照顾过罹患天花的康熙，可是她也并不能100%保证胤燾能够康复。而且如果天花不灭，将来还可能有更多的人感染天花而死。所以康熙想通过胤燾这次感染天花的机会，想办法找出抵御天花的最佳办法。这康熙又想到了欧洲传教士，他希望借助西方的科技来抵御天花。于是这欧洲传教士洪若汉就被康熙委以重任，用活人做实验来研发天花疫苗。现在大家都知道，天花病毒感染之后，只要痊愈，身体内就会产生终身免疫效果，所以凡是得过天花的人能够活下来，就基本上终身不会再得了。这洪若汉就让这30名宫女都感染天花病毒。一开始宫女们开始出现发热症状，随后不久又开始在脸、手腿等部位出现了天花状红疹，这些都是典型的天花病毒症状。在此期间，洪若汉仔细地记录了这些宫女的发病症状和表现。最终这30名宫女当中死了8个人，剩下的22名宫女则都健康地活了下来。30个人活下来22个人，实验的成功率达到了 73.3%。 如果按照现在疫苗免疫 80% 以上的标准来说，这场实验其实是不成功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那可是在康熙时期啊，而且对抗的是当时的绝症天花，那这个实验的成功率已经算是很高了。但这场实验的败笔，主要还是在于天花病毒的摄取量和种植量，因为中医无法精准地把控天花病毒的毒性强弱，所以有的宫女接种了毒性较强的天花病毒就死掉了，接种毒性较弱病毒的宫女活了下来。所以这场实验可借鉴的地方其实并不多，但是这也至少说明了康熙已经用科学的眼光在看待问题和世界了。康熙虽然对科技文明很感兴趣，但是他始终没有重视科技文明的发展，并将其运用到国防建设之中。由于这种传统的观念，也使得他和后世的清朝皇帝带领中国完美地错过了欧洲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但是康熙主导的这场人体实验，其实对中国以及全世界对抗天花病毒还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这也是为什么实验最后死了8个人，康熙还是非常高兴的原因了。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